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还有一句更高大上的叫以德报怨。这话吧听着挺瘆人的，显咱们大度有格局。但是这个以德报怨吧得分对谁啊。你说要是对那种知恩图报的君子你对他好吧，他记你一辈子。可要是对上那种白眼狼，甚至是咬人的毒蛇，你对他以德报怨，那就是把你自己的肉割下来喂他，这喂饱了他得回头咬你一口。咱们今天要聊这个主角就是二战刚结束那会儿的国民党政府，确切的说是蒋介石。他在这个日本投降之后吧，搞了个什么政策呢？就是这4个字儿，以德报怨。我不说大道理我就问大家一句，这个日本在咱们中国烧杀抢掠了14年欠下多少血债结果投降了，咱们不仅没有狠狠的收拾他们反而是好吃好喝的供着还要把他们风风光光的送回家。你们听听这个事儿它是人干的事儿吗？很多人可能觉得吧，这是不是为了什么国际形象是不是为了以后和平相处咱们今天就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用大白话给大伙扒一扒当年那些让人必须到吐血的细节。咱们先从一张画说起这画只要上过历史课的应该都见过，日军受降图。那画里的场景呢是1945年的9月9号南京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画正中间站的笔管调直的那位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对面那个弯腰低头递降书的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看那张油画你会觉得哎呦喂，真解气，小日本终于低头了，咱们何将军威风凛凛。但是朋友们，那都是艺术加工那是画是给咱们留面子呢。真实的现场照片要是拿出来能把你气个半死。实际情况是啥样呢？那个小林浅三郎哪怕是投降了，那个心里面的小算盘也没停过他在递降书的时候玩了个阴招。这按理说你输了，你投降，你是不是得毕恭毕敬，双手举过头顶，甚至跪下都不为过他不这孙子故意将这个胳膊肘缩着，那个降书都没有递过桌子的中线。这就好比就是咱们现在跟人握手，对方呢故意把这手往回缩，你怎么办呢？那你为了够到他的手，你是不是就得把这个身子往前探，腰往下弯？何应钦呢，他是真老实还是真糊涂，或者说是上面有交代，咱们一会儿再细说反正结果就是何应钦为了接那个降书呢，不得不把这个腰弯的比这个小林浅三郎还低一点。你们看看那张老照片，那是受降吗？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这个何应钦在给日本人递名片呢。咱们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再看看人家美国人是怎么办事的，也是受降仪式在这个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在那签字手都在抖。旁边那个麦克阿瑟将军怎么站的呢？双手插兜，那个下巴抬得恨不得用鼻孔看人，脸上就写了3个字看不起。那种鄙视那种厌恶那种你就是个输家少跟我套近乎的气场，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出来，这才是战胜国家应有的样子那有人就要问了，这何应钦是傻吗？是不懂礼仪吗？他好歹是个总司令这个事吧还真不能全怪何应钦，这根子在蒋介石那儿。老蒋从日本宣布投降那1秒钟开始这个脑子里想的就不是怎么清算罪行，而是怎么拉拢日本，搞这套以德报怨。我给你们讲个更恶心的细节在这个受降仪式之前呢，国民党的将领去跟这个日军沟通流程。你想想，你是去通知他们投降的你是不是应该趾高气扬才对？结果呢，国民党的将领见到这个日本人居然还主动鞠躬致意。当时旁边有这个美国顾问这美国人都看傻了心想你们中国人是不是有毛病赢了还给人鞠躬，赶紧提醒他们挺直了别弯腰。这帮国民党军官才反应过来，赶紧把这个腰给直起来。你说这得多窝囊
这就好比是你被这个流氓打了，这流氓被警察抓了，你还得给这个流氓递根烟，说受惊了。甚至连那个受降用的桌子蒋介石一开始想用这个圆桌，为啥呢？为了显示公平，不想让日本人觉得低人一等。后来是被这美国人骂了一顿说你疯了吧，分清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这才勉强换成了长桌。这受降仪式上的事呢，虽然看着憋屈但也就是个面子问题。接下来要说这个事那就是实打实的割肉饲虎。日本人投降了，那个时候在中国还有多少日本人？不算军队，光算侨民，也就是普通日本人都快有80万呀。加上这个军队啦、俘虏啦，反正乱七八糟加起来还得有个200-300万。那根据那个波茨坦公告，这些日本人得遣返回国，这没毛病哪来的回哪儿去。当然怎么遣返呢？这就有讲究了。咱们看人家欧洲德国也战败了，德国老百姓是怎么被遣返的？2个字凄惨财产没收，一人只能带个小皮箱，还得限制体积，能不能吃饱饭自己解决，只要能活着回到德国就算是祖坟冒青烟了。咱们中国呢，当时也是盟国之一完全可以参照这个标准，咱们完全可以设立集中营，让他们干活中国被炸成什么样了到处是废墟铁路断了，桥塌了，矿山被毁了，这100多万日本壮劳力难道不应该留下来修桥铺路、挖矿赎罪吗？这不过分吧？但是蒋介石大笔一挥，不行，我们要宽大处理。咋个宽大呢？第一，不许叫战俘，怕伤了日本人的自尊心，得叫徒手官兵。听听多文雅呀！徒手官兵，意思是人家只是没有拿枪的兵，不是俘虏。这第二呢，冈村宁次这些战犯头子不仅没有被关大牢，还被封为上宾，保留原有的指挥系统。也就是说，这个日本军队虽然投降了，但在中国呢，居然还是由日本军官自己管自己，国民党都不怎么插手。最离谱的是对日本侨民的待遇。1945年9月底，国民党搞了个日侨集中管理办法，名字叫集中管理，实际上那是集中度假呀。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吃什么呢？那是1945年咱们刚打完仗，河南饥荒刚过去没多久，老百姓那是吃糠咽菜甚至连树皮都啃光了。可是这些等待回国的日本人呢，国民党管吃管喝口粮时核时发，按人头给，绝不克扣。这日本人从内陆往这个港口走的路上，沿途的县市还得负责给他们补充给养，甚至还得安排医生给他们看病。我就想问问了那些沿途给这个日本人送大米白面的中国县长们，你们拿出来的粮食是从哪儿来的呀？那是从中国老百姓的牙缝里抠出来的呀。咱们自己的难民还在路边饿死，咱们却要把白米饭端给侵略者的老婆孩子吃，这叫什么道理呀？这更气人的还在后面这本来规定每个日本人呢可以带30公斤行李，这已经比德国人那个小皮箱多了，对不对？结果呢，日本人是得寸进尺1946年的2月东京那边呢跟蒋介石撒娇说，哎呀，30公斤不够装能不能改成一挑制？啥叫一挑制呢？就是只要你一个人能挑得动，你爱带多少呢就带多少。国民党居然答应了。你们可能说那个时候日本也穷，能有啥好带的？大错特错他们在中国抢了多少年他们挑走的不仅仅是衣服被褥那是咱们中国的大米，咱们中国的物资甚至还有违禁品。说到这个行李这就有的聊了。当时规定吧，武器、弹药、黄金、古董、字画、股票，这些肯定是不能带走的，对吧？这都是掠得的赃物呀。但是日本人那叫一个狡猾他们知道这个国民党搞这个什么宽大处理检查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一开始呢，咱们这边的检察员也比较实在而且大部分呢是男的。这日本人就钻这个空子把这个金条啦、玉石啦、值钱的小玩意儿往哪儿藏呢？往这个女人的身体里藏往那个日本唾弃的夹缝里藏。那个年代中国男人呢比较保守，看到这个日本女人呢，他不好意思上手搜身，
结果大量的宝贝文物啊，金银财宝就这样流失了。后来啊，咱们这边发现不对劲了，才赶紧调了女检察员过来。这一搜不要紧啊，好家伙，什么都有啊！我就想问问啊，所谓的宽大换来的是什么呢？是感恩吗？不是哦，是人家把你当傻子耍。人家觉得，哎，你看这个中国人多蠢呀！我都输了，我还能把抢来的东西带回家。在港口呢，为了送这些人走啊，咱们动用了全国的运力。美国人出了船，但是美国人只管在海上漂着，不管饭。那船上的饭谁管呢？还是中国管哦。日本人上船的第一天，国民党就给准备了做熟的饭菜，甚至还有香烟。你想想那个画面哦，一个中国挑夫衣衫褴褛、瘦骨嶙峋啊，挑着沉重的担子，把日本人的行李送上船。船上的日本人呢，穿着国民党发给他们的棉大衣，吃着中国的大米，抽着烟，看着岸上这帮穷的叮当响的中国人，这哪里是战胜国和战败国呀？这简直就是地主家送别远房亲戚啊！这个时候肯定有人会说，哎呀，那个时候啊，大家都这样吧？屁哟！咱们往北边看看啊，看看苏联老大哥是怎么干的。日本关东军在那个东北啊，那是作威作福吧？苏联红军来了之后，二话不说，俘虏了59万关东军，遣返想都没有，全都给我押上火车，拉到西伯利亚去，干嘛呢？干苦力。那个地方零下几十度，挖煤伐木修铁路，没日没夜的干，吃的什么呢？那真是喂牲口都不如啊！那59万人呢，最后活着回到日本的大概只有40万左右，死了将近20万人啊！残忍吗？确实残忍。但是啊，你看看这个日本人啊，对苏联是什么态度啊？怕到骨子里哦。哪怕到现在啊，你看这个日本敢跟俄罗斯打上仗吗？普京哼一声哦，日本首相腿都得抖3抖。因为这个苏联人啊，让他们明白了，做错了事儿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再看咱们呢，冈村宁次啊，那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啊，后来在这个回忆里是怎么写的？他说啊，日本士兵从这个东南亚回来的时候呢，一个个跟乞丐一样，那是被英美虐的。唯独从中国回来的，就像走亲戚一样，穿着新棉衣，带着皮箱，兜里面还有零花钱。听听哦，这话听着咋就那么刺耳呢？咱们省吃俭用啊，把最好的给仇人，换来了是人家一句像走亲戚。你把他当亲戚，他把你当冤大头啊！咱们的八路军战士啊，咱们的川军、桂军兄弟啊，为了抗日啊，草鞋单衣啊，在这个雪地里跟日本人拼刺刀啊，仗打完了。咱们自己的英雄呢，还在挨饿受冻啊！蒋介石啊，却把缴获的棉大衣啊发给了日本俘虏，那不够发呀，还从仓库里拿新的。这不仅是寒了将士们的心啊，这是在往中国人的伤口上撒盐啊！那咱们聊了这么多啊，最后啊得落在根儿上。蒋介石这么做，他到底图个啥？有人说吧，他是为了反共，想领着日本人当帮手；那有人说呢，他是受了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反正不管为了啥啊，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日本人根本就不领情。1975年，这个蒋介石死了之后呢，日本的一帮右翼政客啊，在那个爱知县修了个中正神社，居然给这个老蒋立碑建庙。哎，你们别以为这是好事啊，这是最大的讽刺。这就好比吧，一个小偷把你家都偷光了，给你打了一顿啊，结果吧，你还请这个小偷吃了一顿海鲜大餐，临走了还送了他一笔路费。那小偷回家之后吧，给你立了个牌位，说这傻子真好。直到今天啊，为什么这个日本啊在历史问题上死不认账啊？为什么他们敢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啊？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啊，当年输给中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怕美国，是因为美国扔了2颗原子弹；他们怕苏联呢，是因为苏联让他们在西伯利亚当牛做马。他们唯独是不怕中国的啊，甚至心里面还看不起中国。因为当年的以德报怨啊，让他们觉得中国好欺负啊，觉得中国人呢那是软弱，是好面子，是妇人之仁。孔夫子他老人家早就说过啊，有人问以德报怨何如？孔子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就是啊，你如果对坏人都那么好，那你拿什么去回报那些对你好的人呢？
对待坏人就应该用正直的刑罚，用公道去回应他。可惜哦，当年的国民党政府啊，把这个老祖宗这句最重要的话给忘了呀。所以啊，各位，今天咱们聊这段历史啊，不是为了去翻旧账去恨谁，而是要记住这个教训。这个世界上，它不是所有的好心都能换来好报。面对豺狼，猎枪永远比糖果管用。当你强大了，当你把这个拳头硬起来，当你能一巴掌把他扇得找不着北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尊重你，甚至跪下来舔你的鞋底。这就是人性啊，这就是残酷的国际法则。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这段历史啊，虽然听着憋屈啊，但咱们得记在心里啊。别忘了，今天的和平不是靠求来的，更不是靠以德报怨换来的，是咱们后来真刀真枪拼出来的。